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这一节课给大家示范一个萱花。萱是那个草字头的那个萱。这个花的话，它很简单，但是很入画，画起来很好看。我们配一些小动物，它会很有这个趣味感。好，用颜色的话，我们现在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些花鸟的时候，用颜色没有严格的要求，就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颜色去画。那你们可以用盘子里多余的颜色，比如说你画牡丹花剩下的这个颜色，比如说你再加一点点三绿进来，加一点藤黄进来，只要是绿色系的都可以，叶子是绿色，然后花是红色就可以了。就是对这个颜色没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哈。我这个颜色里面是画这个牡丹花剩下的颜色是有这个花青、藤黄加墨，然后我这个盘子里是有三绿，有胭脂。好，我们可以调点三绿，笔尖也可以调一点点胭脂来去画。那这个萱花它叶子它就是有点像水仙花的叶子，我们要画出它的这种，也要画出它的像这个画兰花一样的有这个三线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来一笔，很宽啊，先来一笔啊，先来第一笔，然后我们再蘸点颜色，然后我们第二笔呢，一笔长，一笔短，一笔穿插。那我们这里再来一笔，这可以来一笔短的啊，来一笔短的，然后后面可以来这穿插的啊，从这里可以来一笔穿插的。然后用笔的时候要有这个变化啊，我们要停顿，有这种提起来一点，又有按下去一点，让这个叶子不要太死板，让它有变化，让它有这种宽窄呀，还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用你的笔也可以转一下，转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再来一笔，在这里来一笔。啊，那还是不够密啊，不够密。你看，就这样子，有的时候有一些这种转锋的这种感觉啊。看一下还够不够，不够的话我们再加一些。好，这里来一根。好，这里底下让它再密一些。好，让它多一点，然后有这种交叉，有这种转折的这种感觉。那画了之后，我们就用这个勾线笔，用勾线笔来勾一下它的这个筋，直接就用这个墨，用墨来勾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叶筋就要沿着这个叶子往下勾。那我们勾筋的时候不要太平均了。这个墨也不要太干了，稍微的稀一点点，否则它会太干枯。我们要勾出让它有这种跟这个底下这个颜色要融合。好，来勾一下它的叶筋。
好，这个叶子就差不多了，叶子就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画一个这个花这样子横着上来，从这边上来。那我们画它的这个花下面的这个杆的话，我们用一点点藤黄进来，用一点点藤黄，稍微嫩一点点，看一下从哪里长出来这朵花。从这里长出这朵花，长花的这个杆上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叶子。也会有这种小的叶片。那这个地方是这个花下面的这个花托相交接的地方，我们来有一些散峰，还是用带一点藤黄的啊，带一点藤黄。还有一些花苞，这里会有一些花苞，这个就是画的这个花托。好，画的花托，然后我们画它的花。花的话，我们用这个藤黄曙红，用藤黄和曙红。来用藤黄和曙红调和，藤黄加曙红调和，调成这种鲜艳的这种红色。来，我们先画这个花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再拖过来。这个一个花瓣啊，一个花瓣，来第二个花瓣，来按下去又拖过来。然后第三个花瓣从这里，第三个花瓣它有一点横向，有点卷起来这种感觉。好，第三个，然后第四个，这样过来啊。然后到后面这个花瓣，我们让它有点泛黄泛绿，就颜色稍微浅一点，从根部出来，然后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最好是一笔画成怎样就是怎样。那如果需要调整的话，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根部画到这个根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啊。好，这是一朵花，那么画一些这个花苞。这里来一个花苞，这里来一个花苞。花苞的话就藤黄加曙红，一笔下来就可以了，一笔下来就是一个小花苞。这下面可以再画一些这种小花苞，再画一些小花苞。小花苞的下面我们画一些这种花托。好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这个要勾一下这个花茎了。勾花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
深一点的颜色去勾，用这个胭脂。来，我们挤一点胭脂出来。好，我用这个胭脂勾。勾这个花茎，它中间勾一条，然后两边像勾叶茎这样子去勾它。当然，比我们正常勾叶茎要勾的要密一些。好，就勾成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要画上花心。花心我们用这个鹅黄，用藤黄的话也可以，但是藤黄的话它不是很显眼，我们用这个鹅黄它会更亮。用鹅黄点花心，点实一点，颜色浓一些啊。横着点，这样子横向，横向。要浓一点的，不用调水啊。来点这个花心的时候，也是要有疏密关系。你看我们这一块，我们就把它点的很多，让这一块最多啊。那也有一些小的组合，一些大的组合，来，有一些跳出来的很长的，就点这么多就可以了。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合，这一块是最多，然后旁边会有一些不多不少的，然后偶尔可以跳出一两个。点花心要有规律，就是我们点的时候不要点的这整个地方整块都是散的，如果整个散的，它就没有这个对比关系。对比关系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这个多少的对比关系，还有这个疏密的对比关系。所以我们画画都是在画这个对比关系，所以我们一定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想着这些，脑袋里要有这些概念，有这种对比的这种概念。好，我们来画上它的这个花丝，花心的花丝啊。花心的花丝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我们可以用这个用一点点太白哈，加一点太白进来，否则它会很不明显。我们直接还是用这个鹅黄，笔上有鹅黄，然后加一点太白进来。笔稍微洗一下，笔肚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鹅黄哈，你可以还是在笔肚里面调一点鹅黄进去，然后笔尖再蘸这个太白，让它有一点点黄，又有一点点白。有一点点黄，它又有一点点白。这个丝只要有几根比较明显一点的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隐隐约约伸出来一些花丝就可以了。好，隐隐约约有这个花丝，像这个伸出来这个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，笔上可以有一点点颜色。假如说你这个盘子里有一点点绿，有一点点黄，因为在这个白纸上我们用这个白的丝可能看不见，所以我们稍微加一点点这个颜色进来。
好，加一点点颜色进来，让它有一些颜色的参差。这个颜色，这个丝里面是加了一点点这个黄色里面的这种绿色，一点黄绿色，让它这个丝丝的这个变化也很多。好，这个花，这一组花，我们就是一小组花就已经挺好看了。这个画面上，如果再加上一些蝴蝶。那我们加蝴蝶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画蝴蝶的时候，我们要另外去弄颜色吗？调颜色吗？不用，我们就是盘子里有什么颜色，我们就用什么颜色来画这个蝴蝶。好，我们用这个稍微小一点的，我们画蝴蝶的这一支笔，稍微蘸一点点淡墨，笔尖蘸一丁点这个淡墨，就是洗盘子的墨啊。就是擦盘子的这些墨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那么画出这个蝴蝶的大概的形状。好，这只蝴蝶我们可以画到这个位置，画到这个位置。这个笔肚里有什么颜色，我们就用什么颜色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笔洗了之后还剩下了一点点什么颜色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大的纸板，后面的。后面的这个纸板重贴，来，我们大概的勾一下它的形状，不要太整齐了。哎，这个也是啊，我们想要它再长一点。好，这后面还有一条，这个纸板的后面还有一个。好，这个蝴蝶的这个翅膀基本上出来了，我们来画一下它的身子、眼睛、身子、脚，这后面还有一点，后面还有一个尾巴。好，这个蝴蝶的大概的形状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再用小一点的笔，勾线笔。就我们画蝴蝶，每一个蝴蝶尽量稍微有点区别，就不要说蝴蝶都是长一个样，其实它长得是差不多。大概的形状再来把它刻画一下，用这支勾线笔把它的形状再去刻画一下。就你一笔下去，有可能它的形状掌握的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就去用这个勾线笔去把它的这个轮廓重新再去准确的扎一下。那假如说这个蝴蝶，我们可以画出蝴蝶上的，用这个勾线笔画出它的这个纹路。好，纹路中间会有一些这种花纹，就用这个笔去擦出这些花纹出来，用侧锋去擦出这些不规则的这些花纹出来。有一些蝴蝶它的花纹就是这样不规则的，那这上面也是一样，我们擦一下不规则的花纹。好，用这种散锋，不用说太严格，笔散开了它就散开了，我们就用这个散锋去画就行了。让这些纹路有一些交叉。好，然后后面的这一块还是一样。好，还是用这个笔锋去擦出它的一些这种花纹。
这里很黑这一块。好，大概擦出它的一个花纹。这个尾巴再往后一点啊，这个后面的这个再往后一点，就是扫出这种。好，我们再用这个勾线笔画出它的这个角。那在飞的时候，它的脚可能有一点点往后。如果我们落在花的脚就往下，那在飞的时候，我们脚让它尽量往后。好，再画出它的2个触角。好，这只蝴蝶的大概形状就出来了。大家可以多练习，多画这个蝴蝶，就是到时候就能够，就提笔就能画出各种各样的蝴蝶。好，肚子这里来一点点红，不是这个翅膀这里来一点点红色，跟后面的这个红色有一点点呼应。肚子这里画一些纹路。来看一下这个蝴蝶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点一点点这种花纹啊，白色的。点一些这种白色，太白。好，用这个太白后面也是一样，点一些花纹，点一些纹路。用这个曙红，这只蝴蝶，我们这中间这一块，我们来一点曙红，扫一下，就往后扫。好，我们这只蝴蝶就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画蝴蝶通常会画2只，一只大一点，然后一只小一点。我们另外一只看一下落在哪里好，画到这里吧，画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另外一只画到这个地方，另外一只我们先勾出它的这个蝴蝶的大概形状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另外一只画不一样的这个姿态，不一样的这个花型，这个蝴蝶的这个样子，就是品种不一样哈。好，后面这个翅膀我们先画，然后前面的2个一笔下来就可以了，就一笔下来，这样子一个翅膀，一个蝴蝶的形状基本上就出来了。然后画上它的一些纹路。好，还是一样，画上眼睛、身子、触角。这个触角画的有点，粗，大家画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触角尽量画瘦一点，画小一点点，不要画太粗了。好，我们的盘子里有什么颜色呢？有一些这种什么黄色啊，什么颜色，我们都蘸一点点进来，往这里扫一点，让这个蝴蝶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颜色，让这个蝴蝶稍微有一点点颜色。
那它这个肚子里面还是这种，基本上是赭石的颜色。那这只蝴蝶是不是这样子完成呢？还不是，我们还要加一些这种太白进来，加太白。但是这种蝴蝶如果画在仿古纸上，它会更加好看。那我们现在画在白纸上没关系，就是我们来有一点点这个鹅黄，我们点上一些花纹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太整齐了，这个花纹就有一点点，就是比较随意的这样子去画出它的这个花纹。然后用这个黄色扫一点点这个纹路，我们也可以点一点点，点一点这个，用这个胭脂吧，或者是用黑色的点一下，直接用黑色的在这个后面这个翅膀上点一个这个斑点纹路。好，有一些小点斑点。好，这一只蝴蝶跟上面这一只蝴蝶又有一点区别，两只蝴蝶相互呼应。那这一幅非常简单的小品，这样子可以完成。当你完了之后，你发现这个叶子会太淡了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调整，就不是说我们画完之后就没得调整了。那么加点三绿进来，颜色可以不用调那么均匀，可以把颜色把这个叶子再提一下。叶子再提一下，让它的颜色有变化。我们特意把笔上的颜色不要调的那么均匀。就我们刚开始画的时候，感觉这个颜色已经够了啊，但是我们后面再看，感觉它的颜色还是太淡了一点点。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，尽量可以把颜色稍微深一点啊，或者是你到最后去加也可以，但最后加的话，你要对得上才好看。它干了之后颜色会变淡。那我整体把这个叶子又加了一遍颜色，里面透了一些三绿进来。当然这个现在看着它很深，但干了之后它会变得会淡一些，颜色会淡一些。那么这幅简单的小品，我们要提上字啊。画小品的话，像这种比较简单、稍微大写一点的这种小品，提上字之后，它会更好看一些。看一下这一幅题字提在哪里？这边已经很重，这边有2个动的，还有花，我们的主要的花也在这里，还有2个可以动的，它在画面上是起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重量。那么现在是这幅画的话，肯定是这边轻，这边重了。那么题字的话，可以提到这一边，看一下提什么字。蝶恋花，来一个蝶恋花吧。
好，来盖上我们的印，再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那有一些画面一画完就能够看出来题字体在哪里，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画画的过程中，有很多画面我们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决定这个题字体在哪里，是需要去斟酌的。像这幅画我们一看这个重量这里重，我们就可以把题字提到这里。好，这样子一幅简单的这个小品就这样完成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画起来。